离婚20年的前夫找了节目组联系我，说虽然和我离婚20年了，但这20年一直没有忘了我想要和我再续前缘。我觉得可笑，也想看看他究竟想闹哪样。结果没想到他中风瘫痪在床，竟想要我这个离婚20年的前妻回去照顾他下半生。就连20年没喊过我一声妈的儿子也道德绑架，说爸能从他的4任前妻中挑到我，是我的福气。笑死！既然照顾他是福气，这福气你咋不受着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节目组联系我的时候，我正在马尔代夫度假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秦女士吗？我们是小贤有约节目组的。是这样，您的前夫陈永和先生联系我们，说虽然和您离婚20年了，但这些年一直莫忘了你，想要和您再续前缘。我们也打听到您和他离婚20年也未曾再婚。您看您下周日晚上7点，有空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节目吗？陈永和，好遥远的名字，遥远到我沉思了好久才想起来这号人，是我那离婚了20年的前夫。离婚后的这些年，我俩就再也没有过任何联系，难怪他会通过节目组找到我，因为只凭他，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空。说着，我挂断了电话。节目组不死心，继续给我打电话，甚至换号码打。他们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秦女士，其实不仅仅是您前夫思念您，就连您的儿子也十分想您的。算起来，您和您儿子也有10多年没见了吧？您难道不想见自己的儿子吗？哦，他不说我都忘了，我还有个儿子。当初我和陈永和因为小三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那白眼狼儿子的一番话，才让我下定决心要离婚。他说，妈妈你这样天天和爸爸吵架，和泼妇一样，还是甜甜阿姨好，她只会抱着爸爸撒娇，给我买好吃的，才不会像你这样。我不要你这样的妈妈，又丑又胖，还不给我零食吃。我要甜甜阿姨做我的妈妈。心如死灰的我和陈永和离婚了，且莫要抚养权，只拿了陈永和施舍的10万块钱。陈永和是公司副总，年薪80万，30岁的副总可谓是年轻有为，所以他的身边总是少不了一些莺莺燕燕。我和陈永和是相亲认识的，我妈当初只说对方很能赚钱，让我抓抓紧。陈永和长得不怎模样，但他开得起玩笑，幽默且大方。只和他吃了一顿饭后，我就沦陷了，沦陷在他的幽默风趣和大方中。恋爱3个月，我俩就订婚了；订婚3个月，我俩就结婚了。发展可谓是光速，彩礼50万，还给我弟弟全款买了一套房。我妈是乐得合不拢嘴，逢人就夸女婿多好多好。我也沉溺在幸福生活中无法自拔，直到结婚1年，怀孕1个月，我在他手机发现了他聊骚的聊天记录，那是我俩结婚后的第1次争吵。他道歉认错，给我买包包，态度诚恳，认错态度良好。他指天发誓这是最后一次，如果还有以后，他未来不得好死。我信了，原谅了他。可我错了，偷腥就像抽烟喝酒，是会上瘾的。有1就有2，有2就有3。怀孕6个月的时候，我再次抓到陈永和聊骚的记录，他叫对方宝贝，对方喊他老公。宝贝，老公，好不亲热。我看得眼红，当着他的面砸了手机。他也怒了，秦明珠，
你怀孕了，满足不了我，你明白吗？我是个男人，我有需求，我又没去嫖。你激动什么？多少和我一样的男人外面彩旗飘飘。你自从跟了我让你吃过一天的苦吗？天天好吃好喝供着，保姆阿姨伺候着，还有你那弟弟，工作都是我安排的，你爸妈的生活费都是我给的。我特么找个女人怎么了？你能忍就忍，不能忍就离。说着，他拿起桌上另一部手机，摔门离开。我捂着被子哭了一夜。没有离婚，因为我不敢。我现在没工作没收入，我爸妈的生活费要陈永和给，我弟弟的工作是陈永和安排的。我要是真的和陈永和离婚了，我不仅没大房子住，我还没法回娘家，更会被娘家人唾弃。于是我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以为只要生了孩子就好了，可我还是太天真了。儿子3岁的时候，陈永和直接带着小三住到了家里。看着小三微微隆起的肚子，我再一次爆发了。我拿着菜刀把小三逼了出去，于是就发生了我终生难忘的那一幕。我辛苦生下来，辛苦养到3岁的儿子指着我说我像泼妇，他要甜甜阿姨做他的妈妈。一瞬间，我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了地上。我丢掉了菜刀，呆呆地看着地面。我说，陈永和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离婚。然后我俩就离婚了。陈永和贴心地给了我10万，说是我生陈耀兴的辛苦费。自那之后，我和陈永和和陈耀兴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我拿着陈永和给的10万，卖掉了他送我的衣服包包首饰，凑了50万开了一家网店。或许是情场失意，商场得意吧。20年的10年，这一家小小的网店让我成功坐拥1000万资产。如今我53岁，早已退休，开始享受人生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他们有牵扯，没想到他们先找了过来。我承认我有吃瓜的嫌疑。于是当节目组提到陈耀兴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。我倒是想看看那2个离了我的人渣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我赌他们过得肯定不好，毕竟过得好怎么会想起我这个故人呢？时间一晃就来到了周日晚上，我化着精致的妆容，穿着一条小黑裙，踩着高跟鞋，拎着包包走进了节目组后台。每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。我走到其中一个拿着对讲机的小哥面前问道，你好，我是秦明珠，今天来参加小贤有约。小哥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满脸都是不可置信。毕竟我3个月前刚去了一趟韩国，给我的脸上了一整套的黑科技，加上妆容的加持，现在我说我30岁都有人信。那个，你是秦明珠？小哥问我。我点点头，伸手从包里掏出身份证递到他手上。他看了看身份证，又看了看我，然后嘴角扯起一抹弧度，姐，您真年轻啊，一点看不出50多岁，我以为您才20多。哈哈，夸张了不是？跟着小哥去了后台。小哥递给我一份资料，里面写着小贤有约的节目流程。等会儿我们会根据里面的流程来。您的话大概节目开始后20分钟才出场，当然我们也会给信号，到时候您就从这边这个侧门上来就行。我点了点头。节目开始了，我在后台有些无聊，拿出粉饼盒给自己补了补妆，又补了补口红。我今天可是来看笑话的，气场肯定的足。很快主持人的声音响了起来，秦明珠女士今天会出席咱们这个节目吗？来，让我们一起倒数3秒。3、2、1。她话音一落，我就出现在了侧门口，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到了舞台中间。我弯腰鞠躬，大方地朝着观众席做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秦明珠，也是这位陈永和先生的前妻。我刚介绍完，观众席就发出了一阵惊呼声。
我靠，真假的？这么年轻？他30多岁吧？不是说离婚20年了？怎么这么年轻？他们10几岁就结婚了啊？我的天，你看他的妆容，这是最近超流行的白开水妆。我不说话，在主持人的安排下坐到了陈永和的对面。坐下后我才发现，他坐在轮椅上，整个人侧躺在轮椅上，左手呈鸡爪状，右手拿着话筒，目光炯炯地看着我。明珠，他小声地喊了我一声，对上他的视线给我吓了一跳。陈永和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头顶已经秃了，用侧边的头发梳过去盖起来，脸上的褶子已经可以夹死苍蝇了，又黑又油，身上穿着一件皮夹克，仔细看就会看到夹克上都是裂痕，满满的年代感。他不是副总吗？怎么20年不见沦落成这样了？是这样，这位陈永和先生说，虽然和您已经离婚20年，但他这些年心里一直还是有您的。而且根据我们节目组的调查，自从您和陈永和先生离婚后，就没有再婚。想必您心里也一定还没有放下陈永和，都是少年夫妻老来伴。陈永和先生年轻的时候确实做过很多对不起您的事情，但他现在也是孑然一身。您看你们是否还能再续前缘？镜头给到陈永和，他嗓子里好像卡着一口千年老痰。明珠，我知道以前是我的不对，但我现在和他们都断干净了，我心里只有你，我爱的也只有你一个。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你看我俩也算是原配夫妻，现在也都是单身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好好补偿补偿你？一旁的男人也帮腔，妈，爸一直都在念叨你，说很想念和你在一起的时光，我们都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们？听到他喊我妈，我的目光才落到他的身上，一身简单的运动服，头发是利落的板寸头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看上去长得也不怎么样，有些油腻。我哦了一声，你的甜甜阿姨呢？我这话一出，两人的脸红了又红。我和陈永和前脚领了离婚证，他后脚就和徐甜甜领了结婚证。后来好像徐甜甜生了个女儿，陈永和就有点不太高兴。1年后，徐甜甜又给他生了个儿子。按理说有儿有女，一家人应该生活得很幸福才对啊。陈耀兴咬着牙，别提那个女人。那个女人一开始对我很好，后面生了孩子后，不让我玩玩具，不让我吃零食，不让我看电视。她说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她的2个孩子的。骗子！我笑了。徐甜甜不护着自己的孩子，难道护你一个前妻的孩子吗？自己脑残把徐甜甜当亲妈，怪谁呢？陈永和也十分气愤，他呈鸡爪状的左手开始抽抽，那个婊子生的儿子不是我的，还让我给他养儿子。要不是我忍耐力好，我差点就要笑出声了，用指甲狠狠掐自己的手掌才忍住上扬的嘴角。所以，你是因为他生了别人的孩子才和他离婚的事吗？我问。他有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好像在说不然呢。他都出轨了，我当然要和他离婚了。妈，你是不是傻？儿子道。我点了点头，你说的对，你爸出轨，我和你爸离婚，然后你爸新找的老婆出轨，你爸也和他离婚，这没毛病。当初我和你爸离婚，就是因为你甜甜妈妈怀孕了，你爸爸把她带回家，所以我才要离婚的。这没几年，你甜甜妈妈生了别人的孩子，你爸爸和她离婚。你们说这叫什么啊？这是不是叫现世报啊？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耸耸肩，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就是陈述事实啊，难道不是吗？底下观众也开始窃窃私语，活该啊，原来是出轨才离婚的啊，那怎么有脸找别人？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
陈永和听着底下观众的窃窃私语，脸色长得通红，却无力反驳，毕竟人家说的都是真话。明珠，你看你和我离婚这20年也没有再婚，我知道你心里肯定还是有我的，不然怎么可能单身那么久呢？女人啊，就是这样，喜欢欲擒故纵。不过我们都已经是老夫老妻了，你也没必要使用这些手段，我都懂的。我都被他这番言论给真无语了。我虽然离婚后没有再婚，但不代表我莫谈恋爱。离婚后我拿着50万的启动资金开始我的网店，卖的是大码女装。我的大码女装年龄分布很广，上至15、16岁，下至50、60岁。早些年还没流行大码模特的时候，我就请了大码模特来拍摄，因为过于真实，非常受顾客们的喜欢，生意也越做越好。后面有人合伙，我就和我的其中一个合伙人谈起了恋爱，还差点走入婚姻。他是哪里来的脸，觉得我没有再婚就是因为忘不了他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再婚单纯是因为怕了。我怕我满心满眼的付出，到头来换来的是小三登堂入室，儿子喊小三妈妈。婚姻这种东西，体验过一次就好了，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而且，你看看你现在那样，还配得上我吗？我转头看向主持人，对于陈永和先生提出的再续前缘，我不同意，不接受。主持人眼见场面要刹不住了，赶紧喊导播切进广告。节目到此结束，吃瓜也吃了，讽刺也讽刺了。看到他俩过得不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结束了长达1个月的旅行，我准备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修身养性。我盘腿坐在瑜伽垫上冥想的时候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我以为是我买的按摩椅到了，忙起身开门，迎面却撞见一张熟悉又厌恶的脸，陈耀星。他一把推开我，推着陈永和就走了进来，环顾了一下我的别墅。陈耀星啧啧感叹：妈，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有钱啊，你20多年没养我了，现在是不是该好好补偿我一下？我要的不多，就你名下20%的股份就行。我笑了，人不要脸，天诛地灭。他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我不要他的抚养权，陈永和怕我会去探视他，直接让我和他签了断绝关系的协议，所以我俩其实已经并没有关系了。陈耀星参观完房子后，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，托腮看着我：妈，你说你都这么有钱了，还没个孩子，以后老了不还得靠我？要我说啊，你就和爸重婚得了，然后呢，你就把你的公司给我，你就在家好好照顾爸就行了，他也就你能照顾了。陈永和一听，也十分赞同，连连点头。是啊，明珠，你看你都忙活了小半辈子了，以后啊，公司的事情你就交给耀星就好了，你就在家照顾我。我看着瘫了一半的他，身上还隐隐散发着臭味。我白了他俩一眼，直接给保安室打去电话，让他们来请人出去。1年那么多物业费白交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给我放进来。保安来得很快，听说有人入室抢劫，呼啦啦来了一群人。我指了指坐在沙发上的陈耀星，还有一旁的陈永和，他俩给我弄走。保安上前，2人架住陈耀星，一人推着陈永和就往外走。哎，妈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是你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这么对我是会遭报应的。呵呵，报应？要说有报应，你爸现在的样子就是报应。保安队长和我鞠躬道歉，真对不起秦女士，他们说是你的儿子，我就放他们进来了，不放进来他就在外面撒泼打滚的闹。我点点头，没事，以后他闹就报警。我就不信了，他连远景都不怕了。陈耀星还真就连远景都不怕了，他隔3差5就推着陈永和来门口晃悠，被保安驱赶了 N 次，他依旧我行我素。
保安无奈，只能问我。我说报警吧。远警来了后，陈耀兴直接开始恶人先告状。远警先生，里面住着的是我妈，我亲妈，她20多年没管我了，自己住着别墅，开着公司，我天天吃不饱穿不暖，还得照顾瘫痪的爹，我真的没办法了才来找他的。我就想让他给我点钱，让我好带我爸爸去医院配点药，可他不仅不给钱，还把我赶了出来。我苦啊。远警听了他的话，以为我是什么没良心的人，当即就给我打了电话，将我传唤到了警局。陈耀兴见到我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好像在说牛逼什么，最后不还是得乖乖拿出钱来。我当着远警的面掏出了离婚证，掏出了断绝关系的证明。我和陈永和20年前就离婚了，离婚后他还结了3次婚。第一次是和徐甜甜，他俩育有一女，叫陈娇娇。第二次是和黄磊，他俩育有一女，叫陈青青。第三次是和王敏荣，他俩育有一子一女双胞胎，一个叫陈耀然，一个叫陈依依。其中和徐甜甜离婚后，他给了徐甜甜一套价值200万的房子。和黄磊离婚后，他给了黄磊一套价值300万的房子。和王敏荣离婚后，他是净身出户，但是他和我离婚，他只给了我10万块钱。综上所述，他有那么多前妻，且他们分别分走了陈永和大半的家产，凭什么到头来要我来负责陈永和的下半辈子？警察局的人听了我的这番言论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自己结了4次婚，离婚后一次比一次给的多，最后让给的最少的那个前妻来照顾自己。陈永和听了我的话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红的，他哆哆嗦嗦地指着我，你调查我？我点头，对，调查你。不调查你，我怎么知道你这么不要脸？陈耀兴也怒了，他一拍桌子，秦明珠，我叫你一声妈是看得起你。你看我爸结了4次婚，除了你，所有人都带走了孩子，就你不要我，你配当妈吗？我真后悔投胎到你的肚子里。我看着他，认真说道，我也后悔当初没有把你打掉。早在6个月抓到你爸爸出轨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毅然决然地把你打掉，然后和你爸爸离婚，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么恶心的事情了。陈耀兴冷哼一声，秦明珠，你除了我就没有别的孩子了，你要是这样，就别指望老了我会管你。像你这样冷血的女人，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我爸爸虽然结了4次婚，但他没有选择别人重婚，却想到了你，这就是你的福气，你应该知足，而不是各种推脱。欲擒故纵玩过头了，可就没意思了。我冷笑看着他，你连你亲爸都不想照顾，你又有情到哪里去？你爸有钱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我，现在穷了，瘫痪了，想到我了。你们不就是打着让我回去继续当牛做马伺候他的想法吗？好了，好了，都给我静一静。其中一个老远警伸手示意我们都别说话了。他转头看向陈永和，你和秦女士已经离婚20年了，他既然不想和你重婚，那你就不能逼迫人家。他又看向陈耀兴，你和你妈妈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他没有养你长大，你也不用给他养老，但是你们如果再去这样打扰人家，就属于骚扰了，要拘留的。陈耀兴低住头不说话。我原以为进过一次警局能够让他们消停，没想到他们不仅没有消停，反而更加猖狂。陈耀兴在某平台注册了一个账号，每天发布照顾瘫痪爸爸的日常。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孝子的人设，说为了照顾爸爸工作也辞了，现在就发视频直播带货给自己和爸爸赚点生活费和医药费。网络上的人最是羡不得这种苦命人，
纷纷留言夸陈耀兴孝顺。陈耀兴卖的东西都不贵，10几20块的日常用品，每天直播4小时，直播线上人数也有2、3千。我曾大概估算过，他们一场直播收入1、2千还是有的。原以为他们只是想靠着卖惨来赚钱，没想到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后，视频的画风就开始转了。陈耀兴开始有意无意在视频中透露自己的妈妈，说自己的妈妈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抛下他们父子离开了，这么多年别说给抚养费了，就连看望都不曾来过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直播的时候有不少网友询问陈耀兴关于他妈妈的事情，于是没多久，我的个人资讯就被网友扒了出来，就连我的网店也受到了波及。秘书和我说这事儿的时候，可把我气得不轻。我都已经是半退休的状态了，竟还因为我的家事儿影响到网店的销售，说什么也不能忍。我忙赶去公司，谁知竟在公司楼下遇到了王梦瑶，一个我资助的女生，刚从清北毕业，现在正在我公司上班。王梦瑶看到我也是十分着急，秦总，留言来势汹汹，现在我们店铺的好评率直线下降，不少之前购买的顾客都纷纷要退货，说他们不买没良心的人的东西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来处理这事儿的。我点头，我俩正等着电梯呢。陈耀兴叼着烟从门口走了进来，他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，妈，你就妥协了吧？现在网络风向一边倒的支持我们，你识相的话就和爸重婚，然后再把公司交给我打理，不然的话，他呵呵一笑，露出满口黄牙。我耸耸肩，随意说着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和王梦瑶一起进了电梯。陈耀兴既然想用舆论的力量让我妥协，那也就别怪我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们了。我转头就让秘书帮我联系了小贤有约，说之前是我错了，既然陈永和对我还有意，我确实应该知足，但是现在我们俩又闹得那么僵，我实在不好意思主动去和他联系，想让节目组做和事佬帮我们调解一下。节目组一听还有续集，立马就同意了。另一边，我让王梦瑶帮我联系了陈勇和其他3任前妻，他们一听有瓜吃，也纷纷同意来吃瓜。2个礼拜后，我又以嘉宾的身份站在了这档节目的舞台上。和上次不同的是，这次的我并没有化妆，穿着也比上次更加简单朴素。陈耀兴推着陈永和出现的时候，着实让观众和主持人都吃了一惊。相较于上次他们出镜穿着寒酸，现在的穿着可以算得是上暴发户了。陈耀兴穿着白色的 T 恤，上面印着超大的 LV logo， 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似的。底下配着一条紧身的牛仔裤，腰间的皮带也是 LV 的。他为了让别人看得更清楚点，硬是把 T 恤塞进了牛仔裤里。陈耀兴看到我的穿着，冷哼一声，妈，你还是上次好看。我笑笑不说话。主持人轻咳一声，节目算是开始了。这次是秦女士主动联系的我们，她说她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她不该这么多年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不管不问，也不该对前夫落井下石。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更何况曾经陈先生对他也是有过真心的，所以他决定。陈永和和陈耀兴的眼睛都亮了，满脸期待地等着主持人说下一句。可主持人话锋一转，道，他决定先问问陈先生的其他3任前妻，问问他们为什么都和陈先生离婚，又为什么不愿意管陈先生。陈永和的脸色肉眼可见的苍白，他局促地转动着脑袋，眼里的惊慌完全显露。在众吃瓜群众期待的目光中，2个身材婀娜的女人踩着高跟鞋从舞台后面走了上来，跟在她们身后的是一个身材略有些臃肿的女人。这，你们
陈永和看到眼前的3个女人，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。看到我们很惊讶吧？哟，穿上名牌了，赚钱了。其中一个俯下身摸了摸陈永和外套上的 logo， 嘴角一扬，既然赚钱了，欠我爸的钱，是不是该还一还了？没。陈永和口齿不是很清楚，断断续续地说着，口水流了一下吧。他们坐在我左边的沙发上，依次是徐甜甜、黄磊和王敏荣。主持人看了我们4人一眼，又转头看向陈永和，小小的眼睛里是大大的疑惑。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眼前这个瘫在轮椅上的男人，满脸的褶子，大肚腩，说话还会喷口水，是怎么样骗4个女人和他结婚生子的呢？是啊，我也想不明白。你们都到了哈。那个，是这样，陈永和先生呢，都是几位曾经的先生。他现在中风瘫痪，下半辈子估计生活是无法自理了。你们看谁愿意负责他的下半生呢？你们几位都和他有过一段姻缘，且都生了孩子，想来关系应该是不错了，曾经也是有过感情的。应该。主持人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徐甜甜打断了。我呸，什么感情？他就是一个精虫上脑的渣男。当初我和他好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和我说的？他说他就是喜欢我这样的，会一辈子对我好。可结果呢？得知我生的是个女儿后，就再也不回家了，每天就借口公司有事儿。有一次醉酒回家，我从他口袋里摸出小孩嗝屁套才知道，他又背着我出去乱搞。我那个气啊，当即就一巴掌把他扇醒了。结果，你们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我不就是他出轨的产物吗？呵呵，我也是活该。我破坏别人家庭，我小三上位，我确实该死。可我跟了他后就没有过二心，他却还想外面彩旗飘飘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我一听，乐了。当初徐甜甜进门有多嚣张，后面就有多惨。不过她比我狠多了，她不吵不闹的就给陈永和戴了那么大一顶绿帽子。主持人也愣住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眼前这个看上去惨兮兮的男人，没想到年轻的时候这么不检点，怪不得能娶那么多任老婆，也活该瘫痪了，没人肯接手。为了稳住现场的气氛，主持人看向黄磊和王敏荣，黄磊没说话，低下了头。王敏荣冷哼一声，看向陈永和。陈永和好像很怕他，一直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就连陈耀兴眼睛也转来转去，不肯对上黄磊的视线。需要我说吗？王敏荣看着陈永和问道。妈，咱曾经都是一家人，别伤了和气。陈耀兴讨好着开口。这下我更好奇了，究竟是什么事儿能让陈耀兴在王敏荣面前这么低三下四？王敏荣却一点不惯住陈耀兴。什么妈？别叫我妈，你妈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王耀兴，我看了你的直播了，你现在天天卖惨赚的好像还挺多啊。你看你身上穿着，这一套莫万把块钱下不来吧？就说这条皮带好像就得1万多吧？怎么？你们有钱捯饬自己，没钱还债主啊？妈，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什么债主不债主的？我爸的钱不都给你了吗？就这点钱，哪够啊？呵，我算是听明白了，怪不得和王敏荣离婚的时候，陈永和是净身出户，原来是欠人钱了。主持人汗都要落下来了，这前妻一个比一个难搞。他求救似的看向黄磊，黄磊身材有些臃肿，穿着一件连帽卫衣，看上去更臃肿了。他眼睛有些红红的，一直不说话。黄女士，我看你一直红着眼睛，你对陈先生一定还有感情，所以见不得他这样吧？谁知黄磊咬牙道，恶有恶报啊。
真的是恶有恶报。陈永和年纪大瘫痪，真的是恶有恶报啊！苍天有眼啊！这下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当初我让王梦瑶联系3个人的时候，徐甜甜和王敏荣都是一口同意来看热闹。毕竟当初那个人渣如今遭到了报应，他们比谁都高兴。却唯独黄磊是我连着打了3、5个电话，他才堪堪同意过来看一看。黄磊红着眼睛恶狠狠地瞪着陈永和，你还记得你在我妈手术室外发过的毒誓吗？陈永和两眼无神，忽然心头一怔，似是想起来了什么似的，眼眶顿时就红了。黄磊哈哈笑了起来，你想起来？哈哈哈，你想起来了是吧？你现在的样子，是不是你当初自己发的毒誓？哈哈哈，舞台原本就大。黄磊的笑声传出来，空灵又哀怨。要不是现场那么多人，我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什么恐怖片的现场了。当初我妈重病手术，就等着钱做手术呢。我让你回去拿钱，你拍着胸脯保证，结果去了2天没回医院，再回来的时候钱就没了。你咋说的？你说这钱借你兄弟了，2天肯定还回来，要是还不回来，你就天打5雷轰，不得好死。出门被车撞死，下辈子坐轮椅上瘫痪。结果呢？结果你那好兄弟拿着钱赌博1分不剩，可怜我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才能把手术费凑齐儿。到头来你轻飘飘一句，你妈又没死，就想把这茬接过去。呵呵，笑话，怎么接得过去？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那钱根本就不是借给你兄弟了，而是你自己拿去赌了。听了3任前妻对陈永和的控诉，现场的观众已经坐不住了，他们齐齐高喊：渣男，渣男，渣男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！甚至有人拿手上的东西开始往台上砸去。陈耀兴用手挡了一下，莫砸到。陈永和躲不过去，被狠狠砸了一下。节目明显已经没法继续下去了，就连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。就陈永和这样的人渣，活该他瘫痪。从舞台出来后，我和3人表示了感谢，谢谢他们能来这里说出自己和陈永和的故事。他们的这番发言可算是救了我公司一命。王敏荣表示，以后还有这种瓜让我第一时间告诉他，还说陈耀兴不值得我同情，因为他不止一次和他说自己的亲妈已经死了这话。从节目组出来的时候，外面已经围满了观众和记者，我们一出去就被记者团团围住。黄磊不想说，低着脑袋一直躲着记者的围攻，我上前将他护在身后，一个人面对记者们刁钻的问题，顺便给网店做了一波宣传。陈耀兴的账号被封了，他们现在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之前的房东看了节目后，再也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，把他们从屋子里赶了出来。陈耀兴没办法，只得带着陈永和回了老家。陈耀兴懒惯了，自然不愿意好好照顾陈永和，只是想起来了给他弄点吃的，臭得受不了了给他换个尿布。陈永和天天躺在床上无法动弹，除了骂娘半点法子也没有，慢慢的也就认了命。而经此一遭，我的网店被更多的人知晓了，销量还翻了一番。我彻底退休了，开始了年少时候环游世界的梦想。我买了一辆房车，养了1猫1狗，每天开着车，开到哪里就住在哪里，每天都有不同的风景和惊喜。人生足矣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